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对市场进行分析和展望。交易之刃这个频道是一个小众的针对交易者的分享的频道。那么如果您有幸看到我们频道对您的交易有一定帮助，请给我们点赞、分享、转发。我们在这里不会马后炮，也不会去预测市场的走势，而是分享对市场的观察和我自己对市场上的应对。好了，请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视频。好，大家好啊，今天呢我们临时更新一期视频，继续聊一聊特斯拉。其实我个人呢并不是一个专门讲特斯拉的这么一个博主，我也不是特别喜欢总讲特斯拉，但确实是很多朋友对于特斯拉这个公司还有真正对于交易有很多的问题。我在之前咱们的视频中，不管是假突破还是箱体还是危险的信号，其实我都已经讲了。但现在呢，整个这一波大跌下来之后，很多朋友又慌了，而且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么当你错过了假突破的卖点或者是保护的点，你又错过了箱体这些点，那你到现在该怎么办呢？我想给大家系统的再把特斯拉最近出现的问题重新的进行一个思路上的一个整理，希望呢能给您一些帮助吧。好了，那我们今天主要就讲一讲特斯拉，同时给大家讲一讲就是真正持有一个高波动的股票的时候，我们将面对着什么样的挑战。好，大家好啊，今天呢我们来看看特斯拉早上起来在 Discord 分享的几个观察。那么第一个观察就是说特斯拉的筹码面是没有任何变化的，那么这意味着市场上特斯拉和其他的公司有些不同，就是其他的公司它要不然被做空，还有那些小股票被做空，或者是被卖出的很厉害，但是特斯拉在这个位置上它其实是非常多的多仓，也就是这个地方有大量的人在这里呢持有这个股票，所以它还是少数的几个被多头控制或者多头比较多的公司。那么这个股票如果一旦下跌的话，那么后面会出现一种踩踏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个人这个观察吧，就是我发现很多朋友真的是大量的朋友都持有特斯拉，包括我本人也是。但是我发现很多人的持有特斯拉的原因，并不是说我对一个资本面和公司的关注，而是看了大量的自媒体的一个吹捧。但看大量自媒体的吹捧，它没法帮助你真正的去就是真正去，要不然是持有，有信心的去持有，对吧？因为你有信心的持有，你需要是基本面的一个分析。那么你也没法帮你去做交易，对于技术面、资金面、筹码面的这个分析。所以呢，光是一个涨了的时候就穿越牛熊，就吹捧，那跌了的时候呢又不吭声，那你说这东西大家就慌吗？很容易慌吗？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我想给大家最后再讲讲，其实真的是不太愿意再讲特斯拉，但从这个地方再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下一个买点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去应对？那么我将从这三方面，从咱们投资、投机和交易这几个方面，再对特斯拉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分析。那么之后呢，我可能就不会经常更新关于特斯拉的仓位了，因为我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好，先从基本面开始说吧。基本面，我相信之前我录制过一个特斯拉通向$2000的曲折之路。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先看到我们对它基本面分析上公司有没有出现本质上的一个变化。好，还有我之前看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留言，朋友就说说如果特斯拉跌到100块钱，我就在这里无脑买入。我其实想跟大家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一个公司如果出现超过50%以上的下跌，你要非常小心它是否是这个公司基本面出了问题。如果这个公司基本面出了问题，它长期持有的这个条件就不在了，所以跌到多少钱无脑买入，首先就是一个伪命题，或者说这个是不符合逻辑的一个命题。因为你要看它跌到$100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世界经济的问题，是因为这个通胀的问题，还是因为外部因素。你要如果公司的本身发生了问题，你跌到多少钱都不应该买入，跌到1块钱也不应该买入。所以这是我们要强调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现在就找出一个反面教材，就是这个 Shop
Sharp 在最高的时候啊，差不多现在是多少？差不多1400、1500，它是1:8，好像是做了这么一个什么呢？这么的一个分股啊，1:10。那么当时最高是将近1700、1800，那么1760块钱是它的一个高点。如果对比特斯拉的最高，咱们就说啊，300-400块钱。那么你说到了100块钱啊，那够多，跌的够多的吧？那跌多少呢？那就90再打一半，好吧？那我们就是50-60的时候，你去满仓 all in 吗？你50-60，你以为满仓 all in 之后，现在只有30多，你又要被砍到一半。所以说Sharp这只股票，你如果真的要想操作，一定是它跌到了一个价值啊。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戴维斯双杀，那我们讲一讲特斯拉所面对的戴维斯双杀那种可能性有没有？那么一旦面对戴维斯双杀，那么你就是面对80%-90%的这种下跌。你面对80%-90%的下跌，这时候绝对不能无脑说一个什么什么价格就要全进，剁过嘴瘾就可以了啊！一旦公司基本面发生变化，它这里可就是一个什么呢？这里跌幅可就是一个跌掉5%的这么一个概念。何况 Sharp 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公司呢，剩下那些垃圾咱们也不用跟大家提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说啊，关于特斯拉进军或者说特斯拉通向这个$2000之路。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分享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个，经济硬着陆，全球货币政策拐点，地缘政治，还有就是伊隆马斯克这种非常大嘴或者说任性的这些行动。比如说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作为一个企业家，有时候我也特别佩服他的经历。比如说这个经历包括伊隆马斯克成功人士，世界首富，手下拥有7家公司，每一个公司都拥有非常多的事情，不管是 SpaceX 还是 Boring 特斯拉，还有这个 Solar City 它有这样多的公司，还有包括给那个脑芯片做的给猴子接入脑部芯片的那些公司，它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的时候，还有精力在 Twitter 上大发感慨，讲俄乌问题，卷入政治上的一个讨论那么这也确实是我佩服就说有这么多个媳妇儿加这么多孩子都无法消耗到他这么多的精力，那么这就是他的为人的一种狂野，你说狂野也好，不羁也好，他为人的这种想象力也来自于这些。他的这种有着梦想的霸道总裁的特性是成功或者说成为特斯拉成功的主要原因，没有之一，主要原因就是这个。但同时你必须要承担他任性或者是肆意妄为，甚至于你可以说现在信用都有点破产，这种一会儿玩比特币吧，一会儿又是狗币一会儿又是买 Twitter 又不买了，买一会儿又买的这种一些他主观上个人行为上带来了巨大波动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从我们基本面上来说，特斯拉现在的产能仍然是非常强劲，需求这个一会儿我们要说一说需求上为什么会有一波下跌那么整体上来说，电动车仍然是个大趋势，而且全球都需要。那么特斯拉作为领导者来说，现在整个公司的运营的机制和各方面都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基本面是稳定的。但是伊隆会带来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一个不确定性。那么上一次特斯拉被打压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市场上发现了它制作的车，就是说制造车的量和订单数，也就是 deliver 和交付量和生产量出现了一个差别。一般来说应该都是交付量可能比生产量还多一点，或者差不多。那这次呢变成生产量多而交付量不够。那么伊隆给出的一个解释是关于说很多卡车还是什么不够。那这个解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我非常不喜欢的一个解释，因为这个解释意味着什么？这个解释意味着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在全世界我们是现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甚至于他自己都说通缩的情况下，那么你给出了一个什么卡车运营不足什么这种，它是一个无法说服投资者继续持有股票的这么一个理由，所以这个理由给出以后反而是一个利空。你哪怕不吭声呢，或者说你说一别的呢，这种说这样的反而有点欲盖弥彰的感觉。那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我们可以发现关于特斯拉现在呢价格仍然是偏高。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北美的市场还是亚洲市场，现在你车交付的时间大幅缩短了那么原来我印象非常深 Model 3它的定位就是针对一些凯美瑞这样的终端型轿车，那现在你看一辆车得将近5万块钱，
它已经针对的不是中端轿车了，它针对是宝马和这个奔驰。那么这个时候你必然面对的是，就是你可能这个需求啊，这个尤其中产阶级的需求会随着万一要有大的裁员或什么的，那你特斯拉真的就非常难卖出去了。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点。那么第三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特斯拉 AI Day 啊，那个机器人出来，我觉得即使你是特斯拉的粉丝，即使你有1亿个理由说特斯拉牛逼，但是那个机器人出来怎么也不能称之为惊艳吧，就这也能被夸，这也能说它好。那到底对了你对一个公司的判断，难道我们就是一个无脑的这么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宗教一样无脑信吗？难道我们判断力都没有了吗？一个机器人还有3个人台，走路非常慢。其实我觉得如果搁到比如说苹果的叫 Tim Cook， 他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推出这个机器人。你纵使有1万个理由说你在这个画个大饼是为了招人，但你想过没有，这是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啊，8000亿市值的大公司，你做这样的事情就为了招人，那招人的成本是不是有点太高了？明明是一个刚有一个计划刚开始的一个项目，你着急的把它推出来进行展示，不如说是一种现眼。所以说这个对投资者的信心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也许在未来它可以做出很好的成绩，这点我从来不怀疑，但问题是现在这么早就拿出来一个啥都没有的玩意儿啊！当然你可以，机器人专家当然可以反驳我说这个东西怎么好，但注意，投资者不是专家，是投资者，我们是普通人，是投资者。投资者讲究的是个感知和情绪。如果都是专家，机器人专家去买公司，那你就让机器人专家去做。但投资者看到的是未来这个地方的增长点可能会打折，所以这个对整个的股票持有的信心也是非常大的打击。所以综合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点，你说一会儿推特，一会儿又说俄乌冲突又掺和进去，一会儿呢又是弄出了一个用3个人抬的机器人，那你说这些它能不跌吗？它如果还不跌的话，我倒是觉得这里面啊，还是觉得那才厉害呢，对吧？跌反正是正常的事。好，回到交易面，我们分析完基本面以后，大家看假突破的这一天形成的顶部的一个背离和结构。那么假突破这一天，如果你还不走没有关系，那么这里形成了一个另外的一个机会。那么什么机会呢？这里形成了一个箱体啊，这里形成了一个箱体。那么在这个箱体的话，给了你2次离开的机会，或者说我之前跟大家讲，我们可以做箱体的一个箱体的一个操作。那么箱体操作就是在底部买入，然后呢它弹起来在下面你可以尝试买入，但是一旦跌破了这个箱体的这个位置，你就一定什么，它就要走趋势啊，它要走趋势。那么这里一下就走趋势，走下来了以后，我们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大家注意，现在特斯拉有 91% 的筹码都是亏钱的，91啊，大家注意 91% 的筹码，而其中大部分都在这里面的一个套牢盘，非常多的套牢盘，和这个三角里面呢，大约有 80% 的套牢盘在这里，有 20% 的套牢盘在这里，那么意味着至少这一段空间是空的。那么这段时间空间一旦是空了，那它的这个下跌一定就是很容易在这个位置上直接就往这里跳，对不对？因为中间大家没有记忆嘛，这里没有一个记忆，那这个地方之前的这根阳线所带来的咱们说上涨的一个3轮上涨的公式，在这个地方一旦跌破，这根阳线一守不住，大家看形成的就是缺口。我再画的有点乱啊，我再给大家看一遍，这一根阳线所代表带着量的这些筹码在这里全部形成了压力，因为它们成为了套牢盘。那么假突破你不出，箱体也不出，那到了这个位置上，如果再说怎么办，那真的是非常难办。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现在面对的是，如果我是场外的多头，我会在这里进场吗？答案是不会。为什么？因为你这里 90% 多的套牢盘，你让我去解救啊，我凭什么去解救你啊？我要让你刀刀见血啊，就是让这些套牢盘和这些套牢盘，至少让这个套牢盘必须让他们带着血出来割肉。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从这个相对的强度来说，特斯拉就是走得非常软的这么一颗。那么你说这里会不会盘整之后再向下，或者给你个小红枣吃，稍微有一个要回来了，光再向下形成第3类卖点，
啊。那么这出来之后啊，第三类卖点什么意思？就是这里形成的一个中枢，也就是下上下的区域，和你的反弹拉不回去之后形成新的下跌。那么形成了第三类卖点可以，那么这个趋势就要进行一个延续啊。那我认为，作为长期投资者，你首先意志要坚定。我们说意志坚定体现在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非常质的变化的时候，你要克服这种大的波动。涨的时候是爽啊，这一波涨起来了，大盘其实跌的时候它没怎么跌，然后涨得非常好。那你可以说特斯拉真的棒，穿越牛熊。跌的时候呢不吭声，对不对？那又不吭声，那怎么办呢？也不吭声，那没有什么意义啊，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再来看，现在你要等的就是血筹码。什么是血筹码？就是这些人啊，最后不计任何代价的卖出。那么想让这些人卖出，有以下两个方式。如果我是操盘手，我就告诉你两个方式。第一，我会制造出一个小的反弹，然后会有人就着急，这时候趁着反弹出，同时马上打下去之后，我再给他一个小的反弹，然后呢，他又有很多人着急要出，哎，再打下去啊，连续打3次以上的这么一个攻击，就会把多头这些套牢盘的信息彻底消灭。你别以为很多人说我就是长期投资，我就看好一龙，没那么回事儿。因为很简单，如果大家真的都看好它，筹码不会在这儿集中，筹码早都在底下呢。现在都在这儿集中，意味着其实大多数的资金，尤其是散户，你看 YouTube 买，你没有任何信心，你信心什么呀？没有任何信心，拿不住。所以这个时候，我要是要做的话，我一定会弹一下再下，弹一下再下，然后我再一定会配合非常大的利空，出现一个跳闸的这么一个现象啊，出现跳闸爆量的跳闸，将这些筹码和这些筹码通通带血杀出，那么就是多头买入的极好机会。这样的一个结构将整个形成或成为特斯拉的一个头部结构。那么我们知道，你说看目标位是没有任何意义，目标位啊，你说看200可以，你再往下看150也可以，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时候这上面的人忍不了了。所以我想就是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的朋友，那也是一种缘分。如果你真的认为公司不错啊，你愿意在这个持有它，早晚也能涨回来。只要公司的基本面和整个我们电动车的大趋势不变啊，自动驾驶不变，包括它的一些我们分析它很强的几个地方，包括金融啊，包括以后的机器人啊，这些都是未来成长的点，它这些逻辑不变是没有关系的啊。那么一定呢，你要经历住的话，就是这种非常大的波动和考验。那么如果作为场外资金的一个朋友，比如说啊，你现在等着买入特斯拉呢，你就耐心等这些套牢盘带血出掉，等到大家哀鸿遍野的时候，忍不住的时候出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买点。市场是非常残酷的，不会给你一些任何的怜悯，人的任何贪婪都要被市场所惩罚。我能做到的，没法给你在任何时候给你出主意该怎么办。我能看到的，只能向你分享我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大多数观察到现象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我们尽量不去参与，找那些确定性比较高的标的做，这是我唯一能帮助到大家的。所以呢，我们股海困难，希望大家好自为之，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也保护好自己的仓位啊，也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心态，这些都非常重要。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下面看到我们 Teachable 的课程和还有我们 Discord 啊，大家辛苦了，我们下次见。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的 Discord 的链接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如果想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下面的 Teachable 的链接。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